上回书说到，奎因释放了自己变态研究的最高杰作——异灾弹冰鬼，瞬间将表演层变成了人间地狱。这种生化武器传染性极强，在人群中迅速扩散开来。参战的武士们以及奎因的手下都变成了冰鬼的牺牲品。暴五郎的得力手下被冰鬼感染，举刀就要自我了断。暴五郎好言劝阻，虽然自己不懂得医术，但是坚持下去总会有活路的。在秃井时就有人力挽狂澜，极限发明解药救了大家。有些人非常值得相信。奎因很兴奋，举着加特林对着人群不断扫射，现场的冰鬼丧尸越来越多，将草帽团和武士们团团包围住。乔巴很着急，可是在战斗中制造解药，再给这些冰鬼注射，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不过这里有一个便利条件是秃井所没有的，那就是病毒制作者奎因。按照正常的逻辑，病毒制造者肯定会制作了抗体带在身上，只要拿到抗体就能大量复制出来。布鲁克被冰鬼丧尸袭击，因为他本来就是骷髅，没有血管、皮肤、体温，所以被袭击了也不会变成丧尸。乔巴由此获得灵感，只剩下骨头的布鲁克感染后体温不会发生变化，所以病毒不会繁殖。普通人感染后体温会下降，所以病毒会激增。由此推测，只要能抑制住体温，就能控制病毒的发展和蔓延。通过观察，乔巴发现被冰鬼感染的人凶暴性和力量在一瞬间激增，皮肤异常寒冷，身体是不可能承受这些力量的。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死。奎因肯定了乔巴的推测，感染冰鬼之后最多能活1个小时。阿普一见这一层如此危险，想逃之夭夭。奎因想到了另一个有趣的点子，他将1小瓶冰鬼抗体丢给阿普，并向全场大声宣布：如果敢有人抢走，你就等着被处刑吧。表演层所有人都知道阿普的手里拿着唯一的抗体，一时间阿普成为众矢之的。阿普丢了抗体会死，不丢抗体也会死。奎因简直就是玩弄人的好手。奎因出品游戏直播，冰鬼混战开始。阿普表示：我谢谢你了，奎因，坑的一手好队友。乔巴大喊：索隆，把抗体抢过来！索隆提刀备战，其他人也蠢蠢欲动。阿普惨叫着狂奔，所有人一拥而上，就像看见了喜羊羊的狼群一样追杀阿普。索隆和德雷克很快从追逐者中脱颖而出，看准机会一起奔向阿普，一人一刀砍了下去。阿普大骂他们以强凌弱，你们本来就这么强，2个打1个不太好吧？索隆表示，跟你这种阿猫阿狗打架纯属是浪费时间，赶快解决你，拿到抗体。哥哥，我还有正事要干。德雷克表示，一看到你我就浑身难受，今天必须拔掉你这个眼中钉。3人混战的功夫，奎因研究了一下草帽的组织架构。当看到文斯莫克家族的山治时，奎因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杰尔玛王国的国王，恶之军团杰尔玛66的统帅文斯莫克加治，他的儿子山治居然在这里，美得很，美得很。润提和佩吉万一路追杀娜美和乌索普，被2个恐龙追杀的娜美和乌索普慌得一批，不住的道歉认错。润提吼道：收回你们船长说的话，要成为海贼王的人是凯多大人。听到这话，娜美和乌索普忍不了了，停下脚步，勇敢地面对2只恐龙。不好意思，要成为海贼王的只有路飞。刚完了之后，2人掉头就跑。润提和佩吉万分开行动，润提负责杀娜美，佩吉万负责折了乌索普的长鼻子。润提将娜美逼入角落，娜美用天后棒将润提吹了出去，这一下惹恼了润提，一个头锤直接将娜美的额头撞得头破血流。乌索普甩开佩吉万赶来支援，润提也不客气，同样的头锤放倒了乌索普。如此杀气腾腾的理由只有一个，撤回草帽船长的话，给老娘道歉。娜美回应道：路飞话不是乱说的。润提很恼火，臭娘们儿，你完蛋了。乌索普抓起自己的弹弓，射出绿星恶魔，巨大食人花落地开花，一口吞了润提。这植物的消化液腐蚀性极强，只要时间允许，很快就能溶解润提。乌索普大喊：听我的，先溶解衣服。润提大呼佩吉万救命，佩吉万找了过来，一口咬伤了食人花。乌索普射出竹林，润提奔上去，直接撞碎了乌索普的头盖骨。乌索普被干垮了，润提将致命一击锁定在娜美的身上。娜美哭着求情，润提一把抓起娜美，要我饶了你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否认你们船长的话。娜美已经吓得浑身发抖，润提的头锤可不是玩的，再来一击，恐怕自己的脑子就要开瓢了。但只要说一句谎话，说一句否认路飞成为海贼王的话，就可以哄这个蜥蜴女开心，从她手上求生。娜美哭着说：去死！润提扬起头颅，蓄力待发。突然，一只巨大的影子跳出来，一口吞了润提。小玉和他的坐骑博千代赶到，百兽海豚战士们将迎来沉重的打击。小鱼带着乌索普和娜美火速撤退，待到护卫狒狒负责断后，拦下润提和佩吉万2姐弟。小鱼大喊：帮我们撑个3分钟。娜美严肃地说：不行，那2姐弟很强，大猴子恐怕不中。
小鱼更严肃，别小看我们娜美，我们是作为武士来到这里的。鬼岛穹顶，化身人形的凯多与赤教武士继续厮杀。率先进攻的是猫腹蛇和犬蓝，眨眼间就被凯多给秒了。此时月亮狮的形态也来到极限，两人恢复成原形。凯多霸气的将狼牙棒砸在地上，所有人都得死。大河这边为了救下桃之助与弑母的装甲部队动手，小忍和桃之助现在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大河身上了。大河非常靠谱的对两人说：“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。”20年前，大河看到了关羽玉田的处刑，激动的泪流满面，从此便对玉田和支教武士留下了深深的印象，以成为玉田那样的英雄为荣耀。关羽玉田的生存之道让我泪下。弑母下令开火，装甲部队的枪炮齐下，全部招呼在大河的身上。大河强忍剧痛，纹丝不动，为桃之助和小忍挡下敌人致命攻击。这波弑母太亏了，不仅没打到大河，连他的衣服都没有打破。大河举起铁棍，怒吼：“桃之助，20年前我曾为了救你前往了9里，但是抱歉，是我力量不够。我名为光月玉田，别名大河，为了救你，我甘愿赴死。”弑母的装甲部队开启轰炸模式，大河果然如自己所说，舍命保护桃之助。弑母拔出佩刀，打算和大河来个1对1 battle。大河的实力可不止如此，他还有恶魔果实能力没用。就在2人的大战一触即发之时，弗兰奇驾驶着弗兰奇将军赶到，蛮霸者巴查随即也来到了现场。乱套了，一切都乱套了。巴查一路追杀弗兰奇，不过蛮霸者这种失败的古代巨人是一点脑子都没有的，棍起棍子就一通乱砸，把地板砸出了一个大洞。大河催促小忍和桃之助赶快逃走，自己则跳向空中给了巴查一击，巴查被一棍子秒杀。大河也暂时退了场，留下弗兰奇和弑母两人单练。装甲部队击溃混蛋机器人。户外，马尔科和大妈大打出手，你的危险程度我比草帽小子他们更了解。大妈根本不理小马哥，将普罗米修斯召唤过来，一招天上火打下来。小马哥用重生的蓝色火焰阻挡，两种颜色的火焰激烈的碰撞在一起。Big Mom， 新世界没有能载你的船了。大妈咆哮一声，手中的火焰加大，但小马哥的蓝色火焰明显更胜一筹，最终击败了普罗米修斯的天上火。小马哥笑了，不死鸟的火焰可是很特别的呀！你这混蛋！大妈一个箭步冲上来，将小马哥抓在手里。一边的佩罗斯佩罗已经做好了拿人头的准备。好巧不巧的是，加洛特和旺达正好赶来。佩罗斯佩罗是干掉佩德罗的凶手，准确来说，佩德罗为了干掉佩罗斯佩罗，赔上了自己的性命。加洛特自然而然地将他视为仇人，准备直接变身月亮狮子干了他。旺达出手阻止了加洛特的变身。二人聊了半天，小马哥都快被掐死了。最后，旺达还是和加洛特一起变身为月亮狮子，一人一招将佩罗斯佩罗抓了个满脸花。佩罗斯佩罗表示冤枉，那不是佩德罗自己自爆的，我还是受害者呢。加洛特一听就生气了，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。抛开事实不谈，难道你就一点错没有吗？多说无益，你就是杀死佩德罗的凶手。佩罗斯佩罗表示，你都抛开事实不谈了，我还有什么问题？咱们应该是互不相欠呀。还是大妈更理智，这种关乎世界局势、关乎大秘宝的高端王者局，还谈个屁的个人恩怨呀！格局打开，干就完了。大妈一把将马尔科丢出去，骑着普罗米修斯返回城内。马尔科想杀我的话就下次吧，老娘现在不屑鸟你。